大家都是怎么判断鹦鹉的性别呢？有些鹦鹉在购买之前，卖鹦鹉的店家就会事先将鹦鹉的羽毛送至检验单位，用科学的方式进行检验，来知道鹦鹉的性别。同时也会有一张所谓的性别卡，这个呢确实是目前最精准可以知道它们性别的方式，也是目前呢判断鹦鹉的性别最主流的方法。鹦鹉它们是属于鸟类，与其他的哺乳类宠物不同的是，这种生物的生殖系统以及排泄系统最后都是合为泄殖腔，因此我们要判断它们的性别不太容易直接从外观上面来做判断。但是有部分的鹦鹉并不需要透过 DNA 的检验就能够知道它们的性别了。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就要来带大家一起解析这个神奇的现象，是什么样的鹦鹉会把性别直接呈现在外表上面呢？我们要来介绍几种你可以比较容易从外观判断性别的鹦鹉品种。在今天影片主题正式开始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有开设一个专门介绍台湾食物背后故事的频道。我们将要在新频道一起探索食物背后的意义以及发展的历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的资讯卡订阅支持一下哦。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影片吧。第一，蓝色的羽毛。大家知道太平洋鹦鹉吗？这是据说目前宠物鹦鹉当中体型最小的品种。更特别的是，它们公鸟羽毛眼角附近以及它们背部下方比较靠近尾巴附近的羽毛颜色都会比较深、比较蓝。你在太平洋鹦鹉身上就会看到公母鸟的特征有明显的分别。所以说，通常饲养太平洋鹦鹉的主人都是观察它们羽毛呈现上面的差别，用这个方式来判断它们的性别哦。除了太平洋鹦鹉之外，通常雄性的鸟类外表羽色上面也会比雌性来的更加鲜艳一些。如果说是有斑纹的话，公鸟也会比母鸟来的更加的明显哦。第二点，体型的大小。我们刚讲到它们颜色上面的差别，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一只鹦鹉它们的体型来简易粗略的判断它们的性别。通常在鹦鹉里头，公鸟的体型会比母鸟来的大。包括它们的头可能看起来更加的壮硕啦，给人比较强壮的感觉，还有站姿比较挺，在群体当中总是展现着耀眼的光芒。根据资料显示，通常一个品种的鹦鹉公鸟的体重大约是比母鸟重 10% 到 15%。而顺道一提，在猛禽当中则是恰好相反的哦，母的老鹰可是比公的来的大了很多。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所有的鸟类都是公鸟比母鸟大哦。第三点，骨盆。在许多传统的鸟店当中，很多有经验的鸟老板，只要用手轻触一下鹦鹉的尾巴附近，就可以简单的判断它们的性别。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鹦鹉的母鸟，特别是牡丹鹦鹉它们为了要生蛋的关系先天身体上面的结构，骨盆的骨头就会比较宽一些。而站姿方面呢，有些人也会觉得母鸟的腿会站得比较开，而公鸟的双脚则是比较靠近一些。所以说，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羽毛的颜色以及体型的大小，其实我们还可以用手指头来去感受它们骨盆的宽度，用这个简单的触摸方式来大略的知道它们的性别哦。第四，唱歌能力。在玄凤鹦鹉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的从它们吹口哨的能力来简易的判断性别。公鸟吹口哨的能力特别的强，而母鸟就稍微比较普通一些。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影片很会吹口哨的玄凤鹦鹉，通常也都是公鸟，并且它们还会搭配着绚丽的冠羽。在大自然当中，当然这种显眼的外表可以帮助它们吸引更多的异性，而且这个原因也大大的增加了它们可以成功交配繁殖的几率。因此，公鸟的鸣叫声也是非常容易可以判断它们性别的方式。台湾许多的野鸟，例如绿袖眼，在判断它们的性别时，我们也很常是使用它们的叫声来做初步的研判。大家家里如果有养玄凤鹦鹉的话，也可以特别注意它们的叫声是否跟它们的性别有关哦。第五点，个性差别。承接上一点所讲，通常雄性的鹦鹉为了要吸引雌性的鹦鹉，他们会想要让自己在一群鸟类当中凸显出来。所以说除了叫声以及外表之外，个性越突出的鹦鹉也会越受到雌性的欢迎。
我自己从自己饲养鹦鹉的经验观察下来，通常公鸟的个性我觉得比较像是小男生的感觉，有时候淘气有个性，可是有时候也是叛逆，有时候会想要搞鬼搞怪。不过雌鸟就相对的比较温柔，虽然说偶尔还是会发一些小脾气，但是撒娇起来就特别容易跟人亲近，除非是在繁殖期间，不然其实个性上都比较温和。但是有时候母鸟的胆子就会比较小，带出门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惊吓。那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里的鹦鹉的个性是比较像小男生还是像小女生呢？接着我们也可以试着搭配看看他们的性别。虽然说这样子讲好像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但有时候在鹦鹉的世界里头，我们还是能够简易的从他们的行为个性来判断他们的性别哦。第6点，蜡膜判断。在虎皮鹦鹉里头大多是用他们的蜡膜来判断他们的雌雄。所谓的蜡膜呢，它的位置大概是坐落在他们的眼睛下方、嘴喙上方，也就是鼻子的地方啦。从1个月到6个月左右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出它们这个位置颜色上面的变化。如果是母鸟的话，颜色则会比较深，而且不会有蓝色的感觉。但是公鸟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说它们在小时候都一样是呈现粉红色的颜色，但是公鸟只要到了6个月左右，蜡膜的颜色就会渐渐的转蓝转深。我们也可以借此来判断它们的性别哦。顺道一提，虎皮鹦鹉的母鸟到了成鸟的时候，头上的条纹状羽毛也会变得比较不那么明显，而且整体羽毛的颜色跟公鸟相比也显得没有这么样的鲜艳。这也是大多数养虎皮鹦鹉的人用来判断它们性别的方式。第7点就是直球对决啦。在鹦鹉里头其实也有一些种类是可以完全用一眼就可以看出性别的。而最经典的例子呢，就是折中鹦鹉，母鸟呈现红色，公鸟呈现绿色，这毋庸置疑。这大概就是最简单可以分辨鹦鹉性别的方式了。比起非洲灰鹦鹉，灰鹦鹉的公鸟颜色虽然说比较深一些，体型也稍微大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像折中鹦鹉这样这么明显。大家如果没有亲眼看过折中鹦鹉的话，有时间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到木栅动物园看看它们的真面目哦。今天的影片为各位介绍7个在分辨鹦鹉性别上面最常被讨论到的重点。不过还是有如片头所述，大多数的鹦鹉还是没有这么容易可以从外表来分辨性别，所以说主流的方式依旧是使用 DNA 裁剪的方式。大家家里的鹦鹉都有一张性别卡吗？欢迎在底下留言哦。之前有参加过几次鸟聚，有听过有人跟我分享他特别喜欢饲养公鸟，可能因为他们比较会唱歌，颜色也比较鲜艳亮丽。不过有些人则是跟我说他们特别喜欢母鸟，因为他们的个性温柔可爱。那么现在荧幕前面的大家比较喜欢养公鸟还是母鸟呢？还是说你没有特别的偏好，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想要看更多跟食物有关的内容，也可以点击片尾的影片继续观赏哦。如果有任何购买鹦鹉商品的需求，也非常欢迎各位到我的官网或者是虾皮逛逛。我是 Jack，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晚安，拜拜。